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来到这里，因为今年我其实一共参加了2档喜剧节目哈，然后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好吧，巨大的成就。然后取得了成就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更多人认识我了，大家终于可以关注我以前的作品了。我没有想到大家关心的是我更以前的作品，我的粉丝把我10几年前在新东方教英语的视频翻出来，传到各大网站，昼夜苦学。各位学到什么程度？我一点不骗你。有一天早晨6点，我点开一个视频，100多个人在看。什么概念？与此同时，《喜剧之王》单口季7个人在看。我说：“哎呀，这是谁给谁引流呢？再这样下去，这节目我给冠名了。我先把名字给他改了，以后不叫《喜剧之王》单口季，叫《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然后有一个视频底下有一个人真的很严肃的在问，说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一个喜剧演员吗？为什么要跟他学英语？然后那博主也很严肃的回答：“你不懂，这样学英语有一种地下的范儿。”哎，我很感慨，各位，我以前听说过地下 rapper、地下 dancer， 我刚意识到我是一地下 teacher。我微博私信的画风也变了，现在我每天会收到30多条私信，全是问英语题，我很感慨哈。别人只问我飞得高不高，我的粉丝问我非谓语动词。当然以前的私信不是这个画风，以前的私信，因为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以前私信会有很多骂人的私信，这很正常，因为我们这行嘛，很容易让观众不开心。但是有一个私信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还记得他怎么骂的，因为他骂的太独特了。他骂的就是他所有的后半句都是否定前半句的。我在网上随便编了个段子，他跑过来说：“你以为你很幽默吗？你可真逗！你编这种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看你就是在搞笑吧，不然呢？”别的人都骂我，我感觉这大哥懂我。然后我线下演出也是，线下演出有的时候也会惹观众生气，跑到网上来骂你。我以前在线下讲过一个观察式喜剧，观察的非常精妙。我讲的是这样，我给各位复述一遍啊，各位来着了。我说我买了一包4斤的花生，就一大包花生，透明的袋子里每一颗都是饱满的花生，正面还用红色宋体初号字写着花生，底下竟然还标了花生的英文花生。这么大一包花生，它的背面标着一行字：过敏源提示，注意，本品中含有花生。我调侃了一下，我说你多余不多余？你给谁看的呢？然后被骂了，有一个人私信骂我，他一上来他说爱，我脑补的语气啊，脑补的语气，他实际上是哎，然后他说爱，这也是能调侃的吗？你知不知道，如果有1个花生过敏的人，因为听了你这个段子，放松了警惕，吃到了花生出事了，你担得起责任吗？脱口秀可以冒犯，但请尊重。私信的结尾是他吐的一滩血。我当时看了很震撼，你知道是谁在不尊重花生过敏的人吗？就是这个人，因为在我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而在他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一个吃了花生有可能出事的人，会蠢到买4斤的花生，正面还写着花生，里面怎么看怎么是花生。拿着一颗问老外 What's this？ 老外说 This is 花生。花生过敏的人会说，这里该不会有花生吧？一打开，真有花生。各位，如果我花生过敏，这辈子我连花生的谐音我都不碰，福尔摩斯我都不看。我随便翻开一本书，上面写着：福尔摩斯走进房间，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他走来，伸出手说：“福尔摩斯你好，我是你的助手。”话去你的！想
我。但是有的人也会说，可是这只是厂商为了避免担责任。各位不会了，如果真的只是印一句话就能避免全部责任，那最应该印这种注意事项的，就是我们单口喜剧现场演出的门票。这样我们会让很多观众少生很多的气。我们要背面写着注意过敏源提示。这种以开玩笑为主要形式的表演中，我们会开玩笑。观众一看，不能开玩笑的啊，不能开玩笑的，开玩笑不要开到啊。然后这还不是骂的最狠的，我见过一种特别讽刺的说法，叫可是批评会让你们进步呀，挨骂就挨骂。各位是这样的，也许批评会让你进步，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批评了，80%全是谩骂，还有20%是快骂。你点开私信，脏话以很快的形式飘过，来气。你真的，你想象一下，以前那些个大师如果活到现在，各位没有一个还能再成才的，全都要被骂死。你能想象梵高活到现在吗？梵高27岁开始画画，37岁自杀，活在有互联网的年代，27岁画画，年底自杀，年终奖都不要了。梵高画个向日葵，我都能想象他微博评论区的样子。梵高放了个向日葵，说画的还不错吧？底下说哈，纯路人不懂就问，到底是什么人在喜欢梵高啊？这也叫向日葵吗？吃点好的吧。家人们，避雷这个一只耳。梵高当场就没了，梵高向日葵都没画完，就画了个瓜子儿。画瓜子儿底下有人说啊，画瓜子儿不标过敏源呐。本来就想不开的，活到现在更完蛋。各位，你能想到屈原活在现在吗？各位，屈原如果活在有微博的年代，端午节就是屈原第一次点开微博评论区那天。哪天点开，哪天端午节。屈原发了条微博，好气哟，又被楚怀王排挤了。底下一个人，谁问你了？抛开事实不谈，你自己没有责任吗？他怎么不排挤别人，就排挤你呀？屈原当场就跳江了。老百姓为了避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都把那些骂他的人捆成粽子，然后扔进江里，一边扔一边说端午节快乐。那些人一边被鱼吃一边说，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应该说端午安康吗？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谩骂毫无意义。各位，如果真的要谩骂，我建议以后至少用英语谩骂，这样至少还能背单词。有人说，可是我用英语谩骂，我词汇量不够啊。巧了，谁是地下 teacher 啊？请关注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谢谢大家。谢谢刘洋的精彩表演。觉得教主可以进入总决赛的朋友，请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又是安选之人了。投票倒计时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刘洋教主的精彩表演，恭喜刘洋教主获得了7分组的5票。有没有什么想跟卷王聊聊的？田真姐。我觉得刘洋的整体水平还是非常高哈，不管是文本的结构到你的表演上，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千锤百炼过的段子。我这一登拍的肯定还是给你整体的表现拍的，谢谢。但是我觉得缺了少那种一个新观点或者是一个新东西冲击我一下的那个感受。这的确也是以前的段子，中间有一段像梵高和屈原，那都是我之前专场里的段子，就是伊卡洛斯这个专场，然后想的也是拿到这边，然后再展现一下当年的这个精神状态，就 OK 了。然后可能以后就不再写这种别人骂你回应的这个段子，因为这后来发现就回不完，所以可能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跟这类段子告个别吧。罗老师也是资深冲浪老男孩，他说的这些网络环境，估计您也没少碰到过。我现在主要是体力不行了。以前我大概30、40的时候，再加上有点傻，然后有时候会上去跟人家对骂6个小时什么的。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刘洋这么多年一直很卷，然后今年在多个平台上同时都红了，你穿个紫色的衣服是什么意思？是因为红的发紫吗？不是，就是指定能赢。因为今年老来得子。老来得子，好。
不是因为在二喜的舞台上，然后最后一个作品穿的是紫色，然后其实今年就憋着一点点感觉，就是希望能在这2个节目里面尽量穿紫色，然后也是想站到最后一轮。明白了，看过大师，贵圈不是挺迷信的吗？没，他们圈迷信，咱俩一个圈，咱俩是培训圈。也迷信，也迷信。以前大家去留学拿不到海外学校的那个 offer， 他们去北京那个郊区卧佛寺烧香，其实很迷信的英语培训界。啊，因为 offer 嘛，卧佛 offer 卧佛寺 offer 寺。哦。全部谐音梗吗？这个段子当年我真是拿 MP3 听的，听罗老师，是罗老师的段子。金星子呢，就给了一票，也是我理解的那些网络梗。我觉得就是刘洋老师说出这些网友的评价，大家都觉得很搞笑的话，就是证明这些恶评大家已经知道那是一类人了，不是一句话，就是有点 out 了。刚刚那个学哲学的那个，你的哲学派上用场了。我刚刚想，你还有个工作就是危机公关，你可以帮艺人做。我为啥？他为什么可以啊？因为不是学哲学的嘛，那哲学就绕啊绕啊绕啊，然后就是可以做这些工作。他是倒数第一，也够用了，应该。我帮你，我努力想想。不是，因为你看评论，你要用来修行啊，因为有些评论很好笑。这次真的很感谢网友，因为我这个段子，说实话，后面那几个部分，那个有一些词是前2年骂人的句式。有一天我发了个微博，我说大家现在流行怎么骂人呀？然后我天，铺天盖地3000多条骂人的东西，我截取了一些，然后用在这里，还算比较有共鸣的一些。骂人挺好笑的，挺喜欢看的。当然不是骂自己啊，对，我也喜欢看骂他们的，很喜欢看他们骂别人。大林呢？有收到过这些吗？我呀，就是骂惯了，都习惯了。教主，今天这个节目前面情绪输出非常多，可能也是你前2年的那个作品摘的。然后吧，我听完之后，其实跟那个天真老师想的差不多。但我想了想，我怕你粉丝骂我，所以我叠个甲。叠个甲。他忙着学英语呢，来不及骂。开玩笑，我只觉得就是，虽然他这个形式还是有点儿，不能说较为传统，但是你还是把它能够画在这个舞台上表现的一个成果吧，还是其他都挺好的。我就觉得挺好玩的，我说这终于出现传统节目了，脱口秀。对，这是传统脱口秀节目。脱口秀，对，前面那都是电视脱口秀。好，那我们恭喜刘洋教主获得了气氛组的5票。我们也看看现在这个焦急的3位做半天了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呢？我们下一位晋级总决赛的演员是谁呢？请看大屏幕。教主他是一个点发散了很多，而且他的那个气势又很顶。他讲完之后，我觉得他肯定要占一席的呀。应该是刘洋，因为毕竟他现场效果更好。然后他这套段子呢，就替我们很多演员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觉得我挺喜欢小鹿这个稿子的，其实小鹿为数不多我听过剖析自己的一个内容，我觉得应该是小鹿晋级。哦，恭喜刘洋教主获得191票，成为第4位晋级总决赛的演员，请前往展台领取你的总决赛入场券。下一个赛段就绝对讲最新的。不好，你就不服务他一下吗？啊，可以呀。哎呀！教主就是一上台，你就会觉得这个舞台就是属于他的，在那几分钟里，他就是那个舞台的掌控者，就是他没有任何一次让我觉得他失去了对舞台的掌控。这边的3位也比较焦急啊，现在心情怎么样？我们3个人在这边在快要处出感情来了，有点。那个啥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好，我是个外卖骑手，平时上班骑的就是鬼火。
但是我这个人又很自卑，我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但是我现在比赛比到半决赛了，前2天有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啊，那个公司还挺厉害的，他说南瓜你愿意签约吗？我说那你们有五险一金吗？他说有，也问其他人了，其他人都不愿意签约，他们觉得合同是一种束缚，说什么1年2年，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编制啊。那个人他问我你想签几年呀？我说你最多能签多少年呀？他说10年，我说10年太少了，我都想把自己梭哈出去。能不能签100年呀？用不完还可留给我娃。去世的时候把我娃拉到床边，爸这辈子没什么留给你啊，还有30年的合同。我最近一直都很开心，甚至送外卖有些小飘了。有一次出去送外卖被交警给拦住了，说我没有戴头盔，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那个身份证还在我那个经纪人那一块呢。小姐嘛，别废话，来罚单上签个字。我说你要普通签还是要透签呀？最近一直住的节目组的酒店很豪华，非常高档，一晚上800块钱也太贵了。800块钱没必要住这么贵，对吧？花这么多钱没必要，对吧？你如果把这个钱直接给我的话，我有很多办法的。我睡桥洞都行，我可以睡我电瓶车上，我可以睡黑灯的房间，反正他也不知道。最近开始打车了，就是因为节目组打车是报销的，所以我能打车就打车。我以前骑电瓶车骑惯了，知道我坐在车里面感觉太舒服了，不用风吹日晒，听着小音乐，放着小空调，对吧？哈，在路上一路上都非常的惬意。在路上唯一讨厌的就是那些外卖骑手，怎么老别我的车，横冲直撞的。这时候司机开始骂了，那些送外卖的没有一个有素质的。我说你别说了，他们也不容易。你看晒那么黑，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个艺人。我最近在爱奇艺参与一档综艺的录制，他说什么综艺把你晒这么黑？你该不会是在爱奇艺种地吧？我这个人其实学历不是很高，我当时学习挺努力的，高考考了231分。当时想完了，当时不敢回家面对父母，没想到回去之后，我爸还安慰我，他231分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少考了19分。我当时想完了，231分也报不了我心仪的大专了。我这人性格要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就报了个中专。我上完高中再去上了中专，我现在有高中跟中专双学位。你考200多分，很难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对吧？付航也考200多分。付航当年在北京当了保安，我在上海送了外卖。我们俩这么多年兜兜转转，今年在这个节目顶峰相见。但我每次录节目见到付航，我都莫名其妙老想躲着他，因为我这人本能就是怕保安啊。你知道我们外卖骑手最怕哪种保安？就怕那种有激情的保安。我们在这办决赛，他不用比赛，他守在总决赛的大门口迎接我们，我就怕他突然站起来，送外卖的不让进啊，送外卖的。我还挺 respect 保安的。也 respect 他，其实我们都挺不容易的，学历低。我也是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商场，看人讲脱口秀，我也来讲，但挺难的。我勇敢上台之后，我发现我第一次上台，我紧张的忘词了，我眼睛都睁不开。我下观众说：“南瓜，你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加油加油！”我在台上。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前5分钟一直闭着眼睛，最后1分钟把眼睛睁开了。那一刻我看见了大家，我4年磨一剑。但讲脱口秀挺难的，我讲了几场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笑，很尴尬，我就想放弃。这是个演员，他说：“南瓜，你再坚持一下，你有自己的天赋。”我说：“我能有啥天赋呀？”他说：“南瓜，你长得像那个网红调哥。”就那个小阿调，我都不知道哥哥是谁啊。他南瓜，你就听我的，你就上台，一给我的调。我说那要不试一下，实在没办法。大家好，我是南瓜调。
大家都很好笑，我就模仿他，我在台上模仿，我自己无所谓，对吧？就是有老板看到我，他南瓜你很好笑，来我这演出给你200块钱，我说我怕你这商演给你演砸演不好，他没事，你上台叫就完事了。我讲了5分钟，叫了100多次，200块钱，那我得送外卖，我得爬多少楼梯，跑多少单呀？我愿意挣这个钱。我拿着200块钱啊，请朋友们吃饭，点了一桌子菜，他们吃着还吃不完，我说你们好好吃啊，这都是我一声一声掉出来的。我嗓子都哑了，但没关系啊，因为我有京东念慈庵肉厚汤，唤醒你的好声音啊！吃了肉厚汤，为生活勇敢发声啊！确实，感谢念慈庵给我这个广告。我很感谢他，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克服了舞台恐惧感，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我写了自己关于送外卖的段子，慢慢抛去那个标签，最后站在了台上，站在这么大个舞台上的线上。我看着自己播出之后，我讲唢呐的段子，讲我送外卖的段子，我很开心，好多弹幕飘过，他好像那个调哥呀。但没关系，我已经很开心了，因为已经录到最后面了。我希望到时候后面都播出之后，大家看到我，记住我的名字叫南瓜。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那个 Giao 哥说他好像那个南瓜呀。好，谢谢大家，我是南瓜。好，谢谢南瓜的表演。觉得南瓜可以进入总决赛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南瓜的表演。谢谢。南瓜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几位气氛组组长，有没有觉得长得像吗？有知道Giao哥？我只知道南瓜。谢谢啊。但是今天他的表演好像天真姐很满意，感觉。对我觉得第一个如南瓜段子所说，南瓜现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也是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就这一路看你走过来，到今天你讲的还是这么的稳，我真的觉得你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你讲到后面，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动。因为我在你身上真的看到了一个完全跨界、完全靠自身的努力，然后一步一步走上这个舞台，并且站稳这个舞台的演员。虽然在带一点自嘲，在讲自己的人生，但是我心里真的觉得你很棒，很棒。谢谢，这个很懂我，很懂我。那个经济合约看不懂可以找我。那个是我幻想的。我一直都很喜欢南瓜，然后那个1集2集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新颖的角度和你没有经历过的人生，所以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同时又隐隐的担心说，他如果一直讲这个，会不会就几期以后审美疲劳了？结果放出来讲那个唢呐的时候非常精彩，并且有突破。所以今天我因为是半决赛嘛，所以我期待看到又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或者是内容。但是既然到了半决赛，我们可能心理上有一个半决赛的预期，所以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拍灯。好，谢谢罗老师。谢谢。大林也给了1票。对，我其实是因为您中间的一个可能发生的分叉，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但是这次您没有着重讲。就是讲当您坐在了出租车上，然后看到身边的外卖员，其实我特别好奇之后您是怎么去想的。我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下次听听您是怎么聊这事儿。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视角可以做1整集。对，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是的。好，谢谢。其实南瓜，你今天的状态真的是一个老手跟高手的那个形体，很自在。我希望你下一次总决赛也维持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没见过，我会记住的。然后欣欣子也给了1票。我也是觉得很厉害。那你为什么要叫南瓜呀？这个问得好。其实我以前别人问我，就是说你为什么叫南瓜？因为我每次理发，我理光头，刮到后面特别南瓜。是因为这个？但这个不是。但是你今天问的话，我就借这个节目刚好说一下为什么叫南瓜。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打一个王者荣耀那个游戏，然后有个主播他特别厉害，然后那个主播就叫南瓜，我就想图个能像他一样大杀四方一样那种。好少年呀！好，那我们谢谢啊，南瓜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我们也看一看现在加上等待区的3位老师，到底他们4位谁能够晋级总决赛呢？我们一起看看票数，请看大屏幕。哇，好难判断呀！南瓜讲的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们观感上，
之前可能杨老师演的比较炸一些嘛，所以说我有点没有谱，我觉得他俩都有可能。我真心希望杨老板停留在舞台上。哦，恭喜严鹤翔老师获得179票，成为第7位晋级总决赛的演员。期待你的总决赛的表现，请前往展台领取你的总决赛入场券。恭喜严鹤翔老师！杨老板，我非常的骄傲，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被逼出最大的潜能了，我觉得这很好，很好，很好，要不然再逼逼他。今天跌跌撞撞的闯进决赛，我觉得对我的意义非常非常大。我是一个完全的新人，然后我年纪又最大，我感知的东西其实没有大家灵敏。在一个全国最好的脱口秀节目里，已经一路杀到了全国10强，还要如何？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如果我真的将来致力于做一些脱口秀的尝试来讲，我的起点已然不低了。好，比赛继续，接下来上场的是没文化界最松弛的小北。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很开心，很开心，观众朋友太热情了，太热情了。最近呢，我也在巡演本人的演出《小北指南》，每次观众也很热情，每次一出场的时候，观众们欢呼、鼓掌、拍照都特别开心。什么时候不开心？就你演个5分钟、10分钟之后啊，你发现有几个观众脸突然就亮了，有几个人就开始在那玩手机了，这光从下面打到脸上跟个鬼一样，你知道吗？但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手机确实太好玩了。我现在也特别爱玩手机，我很难干一件事不玩手机，你知道。现在我吃饭的时候，打开那个外卖盒子，打开一个电视剧，打开手机的朋友圈，就我脸冲的一个方向的五官都不一样，你知道吧？像我一个朋友小佳，哎呀，而且这个电子设备现在有个功能，就是每天提醒你，就是用电子设备的总时长。他有一天提醒我每天玩电子设备的总时长是25个小时，我都懵了，你知道吧？我尤其喜欢刷短视频，现在短视频都有一个用户画像嘛，然后我的用户画像肯定特别奇怪，因为我平常喜欢刷一些 NBA 的视频，喜欢刷一些黑人笑话，喜欢刷一些冬泳的老头儿，我的画像很可能是一个喜欢黑皮体育生的老太太，很变态，但就是我。而且现在我玩手机玩都魔怔了，我看很多事儿都容易走神呢。比如看电影，今年有个电影叫《周处除三害》，你们看了吗？最后那个主角行刑的时候给准备了一桌子饭菜、香烟、啤酒，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手机呢？我这顿饭没有手机，我死都吃不下去，你知道吧？我现在太爱玩手机了，而且手机的信息量太大了，我玩不了手机，我特别焦虑，特别着急。现在不仅我，很多人坐飞机没有网，他都会焦虑，你知道？然后很多人在飞机上没有事儿干的时候，就会打开自己的相册，回忆自己的生平。我前2年过得还挺好的，怎么去年怎么成这样了呀？啊！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没网，特别着急，我突然就闪了一个念头，我说飞机怎么这么慢呢？我有这个想法几秒钟之后，我反思，我说小北这已经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了，你知道？我在想飞机这东西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当载客工具用的，你知道？没准就是一帮极限运动爱好者，闲的没事干。莱特兄弟那哥跟弟弟说：“的弟弟，我最近想飞。”那弟弟没有骂他，说你有病吧？弟弟说是我说我也是，要不咱俩是莱特兄弟呢？而且我觉得莱特兄弟绝对不是第一个有飞机这个 idea 的人，但他们绝对是第一批安全着陆的人。有时候我在想啊，莱特兄弟之前会不会是莱特3兄弟？现在大家活都太着急了，经常下班晚高峰，那个高峰路上堵得死死的，然后就有一个人开始鸣笛，特别焦躁，也不知道在干嘛，也不是催谁，就是发泄情绪，你知道，哔哔一直摁，然后别的司机也开始摁喇叭，就一个开始叫，几个就开始回应，那个场景怎么说呢？有点像农村夜里的狗。我觉得现在大家路怒太严重了，我发小就是，你知道，但我发小路怒的特别均衡，就是他开车的时候会骂行人，走路的时候骂司机，但是走路的人和开车的人都会骂一种人，就是电瓶车。电瓶车骂谁呢？还是电瓶车。电瓶车这人太厉害了，不仅谁都骂，还哪儿都能去。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感觉在哪个道上都不太要命。我看出来了，这个电动车能混黑白2道。而且骑电瓶车的人，我觉得有一句人生格言，就是
道可道，非常道。你问他谁说的，他特别自信，老子。我发小就是这样，你知道？我发小这样，我发小其实平常特别有礼貌，仁义礼智信都有，一开车全没了。一开车就是会不会开车呀？啊，驾照捡的呀？着急投胎呀？我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感觉他握的不是个方向盘，是个魔戒。平常都好好的，一摸那个方向盘 ，My pleasures。吓死我了，没说错，差点说 My passion。现在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路怒症，然后我就发现从根儿上就不对劲。一开始教你的人就是一个暴躁的人，驾校教练。所以如果你有路怒症啊，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责怪自己，就是你原生驾校出了问题。朋友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易怒、难以建立信任、感情冷漠、难以共情？这都是你在教练的耳濡目染学来的，你知道吧？讨厌教练，理解教练，成为教练。幸福的驾校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交警治理。最后呢，希望大家路怒的时候冷静一下，不要冲动，也不要问候对方的父母，我觉得挺不好的。实在不行，你可以问候对方的教练。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好，谢谢小北的演出。觉得小北可以就是总决赛的朋友，不要忘记给他投票。3、2、1，请锁票。好，谢谢小北的表演。小北一共获得了气氛组的2票。几位老友，哎，天真姐给票了。对，我觉得小北的表演是一如既往的松弛，就是今天整个段子里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翻上去的点，然后感觉你今天也没有跟观众做那种你惯常的一个互动嘛，听起来是很舒服的，人也能听进去，但是就是少那个爆笑的感觉。啊，我觉得今天小北没有那么松弛，他的脱口秀以前以那个没文化著称，你记得吗？记得。全网都那么说没文化脱口秀，结果今天还提到了道可道非常道那个，他还是想把里边揉一点文化进去，但是我不知道，可能还是太松弛了吧？我觉得今天到底松弛不松弛？到底松弛不松弛？别的部分太松弛了，我不知道，反正你是我见过最怪的选手，就包括你表演的不好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所以这个很奇怪。一般来讲，一个选手表演不好，我就不喜欢，但我就吃你这口啊。对。小北自己到底是松弛还不松弛？今天？每次肯定表演的时候，肯定是心里稍微有点紧张的，因为面对观众还是比较重视吧。倒数第2个上场了哈，哎，吴镇宇老师给票了，今天。你也是喜欢他这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感觉？因为刚才忘了给南瓜那一票。不是，小北永远都是那么松弛，每一次都在你松弛的这个态度来建议或者是鼓励你。对，每一次都是讲同一番说话。所以就改一下，说给南瓜了。你给了他，可能南瓜就进不了了。你跟他看不起来，现在正竞争的。包一个梗不可以吗？对，下一次猛一点嘛，再猛一点。也是感觉差一个爆梗。哎，大林呢？就是不是？我感觉听完了就是好像没听。但是呢，因为是小北演的，我还挺愿意。这个是人缘的问题，不是那。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观众，就听了跟没听一样的，就是表演的也特别好，而且还没看手机，对吧？对，下回还得买票。我也喜欢这样的，买票就行。欣子呢？刚才他那段表演有在你脑中留下什么吗？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心里 OS 很多？对。我藏着不告诉我。对。是脱口秀演员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你是这样的？我不能代表所有脱口秀演员，我就是自己内心多。这老友呢？就是你们的好友。我反正看他今天演出，我挺紧张的。为什么？希望他进总决赛。当然。但我今天听小北第一句说，我最近在演我自己的专场《小北指南》，我就知道他想走。因为他要宣传了要走，但我就确实
其实我也前边就一直在说他松什么的，但也不太希望大家误会说我们好像松就不认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使尽全力的。表演松弛。对，这很难的，到现在都没学会。好，那我们谢谢小北，一共获得了7分组的2票。我们看一看现在下一位晋级总决赛的人是谁呢？一起请看大屏幕。紧张，现在是倒数第2位。不好说了，是看是小罗还是南瓜了。但是北的投票也不一定，我跟你说。哎呦，呱呱吧，呱呱吧。恭喜小罗173票，成为第8位晋级总决赛的演员。期待你在总决赛的表现，请前往展台领取你的总决赛入场券。紧张吗？哎，还行，下一位，台上是打工人嘴替，台下是新西亚佳佳。主场作战的他今天表现会如何呢？让我们掌声有请门枪。大家好，我是门枪啊，大家晚上好。比赛比到这个阶段哦，我家里人开始关心我了。我爸问我，他说：“儿子，你淘汰了吗？”我说：“我签了保密协议。”他说：“哦呦，你这么讲，我懂的，儿子，有信心夺冠吧？”我说：“完全没有，大家都比我行。”他说：“哎，别人行，你要更行，要像个男人一样，不能怂。”我说：“爸，要不你来讲？”他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就我爸一直不许我怂，所以导致我现在一怂我就感到羞耻，我一怂我就感到羞耻，所以我现在这个人就是很有怂耻感。一个谐音梗，哎，我这种朝气蓬勃的羞耻感啊，就是从小培养的。当我还是一个小次郎的时候呢，我爸就用他那一套要像个男人一样的标准来培养我，他立志把我打造成一个堂堂正正的次郎，所以他在家就是这样，他就是哎，不能喊痛，不能喊累，不像个男人，不要病殃殃的，不像个男人，生病了还要去医院，不要去医院，不像个男人。他从来不带我去医院，他自己也不去，你知道吧？他预防生病的方式就是不承认自己生病，因为他觉得所有的病到了医院才叫病，在家里就确诊为不舒服。到医院来叫感冒，在家里叫喉咙不舒服；粉碎性骨折在家里叫膝盖不舒服；食物中毒跪在地上抱着马桶吐是喉咙和膝盖都不舒服。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发烧发到39度，我爸就说：“哎，39度有什么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发到40度，男人呀，发出来，发出来就好了。我喝碗粥嘛好了咯，你喝碗粥都不好，没出息。”加点肉松和麦丽素。朋友们，我那个时候小学1年级，一口气喝了1碗粥，加肉松加麦丽素，好难吃哦，那个味道就是具象化的爹味。他就是不带我去医院，还好我后来出息了，我发到了40度，但是他紧张啊。因为我神志不清，你知道吧？我那个时候烧到神志不清，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叫爸爸，他就受不了。父爱如山啊，零下2、3度的天，凌晨4、5点钟，他终于把我抱了起来，放到了自行车后座，蹬了40分钟，蹬了40分钟，我们2个人终于来到了静安寺门口，冲到最里面，找到菩萨。哎，那个时候我发烧发到40度，我爸骑了40分钟自行车，我们2个人跪在那里，自己头上就在冒烟啊。菩萨可能都懵了，他说：“哎呦，这家人香火好旺啊！”我
就问我爸，我说爸，你为什么不带我去鸳鸯，带我来静安寺？他说，哎，你是我求这个菩萨求来的，现在你出问题了，他要负责的。菩萨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售后客诉事件。我爸质问神仙的样子真的很像一个男人，而我跪在那边脸红心赤的样子真的很像一个赤佬。所以在我爸的影响之下呢，我长大后到现在为止总是时刻刻意的很表现的阳刚，到现在还是这样。前2天我去按摩，我被师傅按摩到痛死了，那个师傅把我按到痛死，但是我羞于叫出声，你知道吧？但生理上又控制不住，所以就从我的胸腔里面发出了一种，不能说是呻吟吧，更像是被按在生死边缘摩擦的声音。哎，师傅说你痛吗？我还没用力哦。哦，他还没用力哦，朋友们，那个房间3平米，2个人1张床，他没用力，我痛死了，这不是见鬼了吗？我很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痛，所以我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就这样转头转过去看。这个动作很危险，大家不要学，我是练过的。小时候考试作弊，然后就，他整个人的姿势是腾空，2个脚顶着墙壁，用手肘撑着我的腰。B-boy， 我想我这是在被精油开个背吗？这个是精神小伙在我背上开个洞。我很生气，他明明这么用力，还说是我的问题，所以之后我就知道怎么去回应他，怎么去对付他了。就是他按得我有一点点痛，我就叫，我就不内耗了，我就叫到他受不了，叫到他受不了，叫到他说，哎，你叫轻一点，我说，哎，我还没用力哦。后来我就反思，我想说，男人一定要刻意的时刻都表现得很阳刚吗？我觉得不用，我觉得男人应该也有很多面，怎么着都行。所以我的自媒体内容里面有很多反串的内容，数据特别好。哎，果然我这个人啊，太像个男人，赚不到钱，所以我就化了大浓妆，贴假睫毛，然后戴假发。我爸一开始很生气，他说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啊，你怎么不像个男人？后来数据越来越好，他说，哎，你这条视频偷懒了，妆没有上一条浓，怎么像个男人？我很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他会求我给他安排一个角色，帮他化个妆啊，让他演我婆婆。我爸就是这么现实，像个男人一样。真的，现在做了自媒体，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单一的价值观或者那种评价体系所束缚。我现在的宗旨就是人不好我，我不好人；你不好我，我好得很。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回到当时那个静安寺我发烧40度那一天，我很想放下内耗和羞耻感，我想跟我爸说，我说爸，你看菩萨的姿势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是 yes OK 吗？我说不是。我说菩萨看着自己的3个手指甲是让我们都去3甲医院看看。谢谢大家，我是文强。好，谢谢文强的精彩表演。觉得文强可以进入总决赛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文强的表演，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文强最后一个压轴位置是你自己选的吗？啊，对自己选的呀。讲到底，我觉得还是有点主场作战，不太好意思。而且我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嘛，很刺激，没有在最后演过，所以我想试试看最后演一下。而且这稿子也没怎么背熟，所以有很多时间可以背。对，是没事，咱这都是中秋节来这儿看表演的观众，你觉得他们是本地人吗？万万没想到吧？听得懂吗？赤佬听得懂啊，赤佬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小赤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红孩儿的意思吗？这由字面上解释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就是红色，佬就是人嘛，这红色的人。但小赤佬其实就是小鬼头，就那种娃娃子，娃娃子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对，罗老师这次也给票了。对对对，我其实一直都非常喜欢文强老师的风格。然后这个实在今天忍不住了，要说一下了，就是跑个题。你真的是中国可能。不是脱口秀界，是整个娱乐圈衣品最好的人之一了。就老觉得以他的形象和衣品这些，做脱口秀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的意思？是不是有点浪费？没有，这个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其实衣品很差。哎呦，是我女朋友给我搭的啊。哎呀，
就当我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就听他的，听他的肯定没错啊，听自己爱的人啊，爱自己的人啊。太厉害了。好，然后脱口秀部分是这样的，因为前边大部分是职场主题多一些，对吧？对，因为 HR 出身嘛。我听的时候有点精神分裂，一方面是觉得讲得很好玩，另一方面因为我做企业又是个雇主。所以今天你讲别的，我是有惊喜的。谢谢。前边那半场特别的精致，结构啊，还有什么那些内容，到后边稍稍有点散了，对，所以我就感觉有一点遗憾。谢谢。就是门腔的整个主题，你其实想讲那个有毒的男子气概嘛？对，就是不要去刻板印象，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想讲这个主题嘛。但是你选择的那个就是参照物可能是你爸。就你一直在讲，哎，你爸怎么要求你，你爸怎么要求你，到后面你自己的那个部分没有了。哦，明白。我就会觉得，其实在整个文本上，它的力量感，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自己怎么着了，都就还是在父子关系。我发现你爸经常高频的出现在你的段子里。对啊，因为我爸就是这样，提供了很多素材。星星子呢？觉得这段表演怎么样？就是短短的这几分钟里，我就觉得，你是个很擅长表演的人。你的优势是就是去演你说的这些人物，然后传递他们那个情感。就像前面你说爸爸什么什么，如果说菩萨又是你能表现菩萨，又表现你，又表现爸爸的话，我可能更能感觉到那个搞笑。就是我就感觉说，你说那个文字没有你自己的，就是边说边演更厉害。明白。哎，你有没有想过干脆就反串上来演一次呢？分饰多角。我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暂时还没有能力在舞台上，我觉得去呈现一个人去分饰多角。但是大家可以回去看我短视频，我觉得还挺好看啊。吴镇宇老师呢？你也给了一票。对啊，因为服装都应该给每一次。因为其实门腔很像我那个朋友黄以华一样，永远都在里面有固定的人物出现，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一个男闺蜜。因为他父亲就代表一些观念，他的朋友阿强就代表新的观念，他就在中间。明白。我这次没给您票，主要是就是您其他的其实都没怎么变，就包括那种表述方式，我只觉得您这次说的有点不太解渴。就这个事儿，他必须得说的稍微，甚至说得有点冒犯，才会有一些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您好像这稍微又有点安全了。这个是，对，还是我能力的问题。也不是，您能走到今天不是之前那几次表演能力都很突出。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可能是有选题，当然我相信这个线上表演和线下确实是要搬到这个舞台上再去改编，再去适应这个电视播出，确实是有点困难。对，我会继续努力的。哎，得了，哎，谢谢。啊，门腔现在一共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接下来就是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总决赛的最后一个名额，但是谁呢？几位老师预测一下。这4位是淘汰几位？淘汰3位，只有1位会晋级。那我知道了，但我不会说的。最后一个名额是谁呢？怎么办呀？南瓜。南瓜的表现，我们是觉得他讲的一点也不差。其实门腔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一个选手，他永远是能用自己的台风给这个段子加成。我觉得北子对喜剧是很认真的。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好像他在台上看起来很松弛，就代表着他不在意。我看到的他非常认真。我觉得大宅能进，因为他现场效果虽然没那么炸，但我觉得他观众缘好，然后整体听着也很舒服。不揪心了啊！最后一个名额，我们看看到底是谁呢？请看大屏幕。恭喜翟佳宁获得168票，成功晋级总决赛。请前往展台领取你的总决赛入场券。在这边坐1场了，然后懵了，难受了一天。不是，
我能说两句吗？你说，我准备了1天的淘汰感言在那儿。杀死他了，从第一个。是我们后来一直很自责，为什么都不投，然后就后边我是开场嘛，到这儿已经快结束了啊，到第8个演员之后，我个人真的已经放弃了，我开始背我那个淘汰感言了，已经顺的特别好，结果我晋级了，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大宅今天的表现啊，只是比他以前的稍弱一点，但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很好的表演。特糙老爷们儿那个视角去观察一个很细致、很细微的一个事儿，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这是他的风格，我挺喜欢的。恭喜大宅成为最后一个进入总决赛的选手。大宅很疑惑，现在。哎呀，很遗憾，门枪、小北和南瓜就要止步于此了。我们先请门枪回到台中。门枪，他是 GQ 的 Man of the Year， 也是 HR 里的好人。他告诉大家要相由心生，也要随心所欲。让员工眼睛里面产生光，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加钱。到我的 deadline 了。作为打工人嘴替，他被各大老板推选为 Man of the Year。希望我们 next year 再会，再会。我觉得就是走到这一轮，我真的是很满足，很满足。坐，老师坐。因为这个节目也叫喜剧之王嘛，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这周星驰的台词没有什么食神，就是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喜剧之王，人人都是喜剧之王。如果能哪一个人哪一刻能够让你们开心，他就是你们的喜剧之王，好吧？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回去逗小陈开心。输了比赛，但是赢了爱情，感觉是我们输了，就是那种感觉。那我们感谢门枪这一集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我们来年再见。谢谢门枪，来年再见。谁写的呢？亲爱的小张，偷偷背着你写下这封信。当你念到我这封信的时候，应该已经被淘汰了。节目组说的，其实还挺想你快点念到的。节目录制以来，我陪你经过了煎熬、不安、紧张。感受到你在不断打破重组，你建立的信心也会时不时垮掉，
你这个心思很重的大 I 人，每次看你在节目上端正的、笔笔直的坐在那里，就觉得如果我在身边，至少会缓解一些焦虑情绪吧。你懂得呀。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超棒，很棒，很棒，你很棒。你一直都在一往无前做自己的内容，现在该好好休息啦。快回家吧，等你一起吃好吃的小城。哎呦，非得搞这个。我真受不了这种场景。那我们继续请小北回到台中。小北这一季坐过头等舱，睡过双人床，别人都叫他快乐小狗，只有我们知道他是快乐斑点狗。虽然他很少进入总决赛，但是在松弛感这一块是永远的神，没意义赛道的绝对王者。那个脑袋呀，就怎么说呢，有点像被那个机关枪扫过了一样，就突，你知道吧？这不好笑，突。怎么说呢？那个动作特别像蜘蛛侠上旱厕。俺是放羊的。如果不快乐，请打开小北指南。北子可以的。整的还挺感人啊，谢谢，都站直点啊。哎，小鹿怎么哭了？哎呀，真是怎么谁淘汰？哎呀，然后那个很开心。我刚才看了一下排名，我应该是这场最后一个，应该第13个。然后最开始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那头给我是第13，我非常不服，我说你们根本就没比过赛，不知道我多厉害，你知道吧？你现在一看，同行确实厉害。很准。然后这次录这个节目也很开心。然后包括4位喜剧老友帮我不少。然后虽然那个总编剧有3位啊，除了庞博以外，然后但是每次我到夜里的最后一刻，我都会给庞博发微信，我说救星你睡了吗？然后都会给我改稿，特别好。其实特别麻烦这几个总编剧，因为每次我都是带着不同的稿子，然后去找他们改。然后也是因为这么改呢，我的小北指南也写出来了，朋友们。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在线下支持我，然后来看我们演出，我们线下见，好不好？来，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谢谢小北这一期带来精彩演出，我们来年再见。你现在上劲儿了，不想淘汰的时候太悲伤，大家哭什么的没必要，毕竟喜剧舞台就开开心心的，对，希望能风风光光的走。哎呀，太夸张了！我本来想讲来着，我一回头，小鹿在那转身在那哭呢。我说小鹿，你上次哭应该是结婚吧？我后来想不是，是他讲完。大概就是爱哭。是的。因为我刚刚就采访那个翟阿姨嘛，她说我感觉我此生不会哭了，但是你放你那个音乐的时候，她也眼眶湿润。真的，对这个歌她哭了。哎，付航、翟佳宁、于翔宇，他们只是泪腺没有我发达，我是哭成了狗，他们大概哭成了猫。这么欢乐的一首歌，我天，哎呦！看小北，他放了一个特别欢快的歌下去，那一瞬间，当时确实有一瞬间我有点没太忍住，真的，哎呀，残酷，确实很残酷。小北总能让人相聚，然后呢，让人放松。比如说每次来录制吧，你感觉小北在，你就觉得整个氛围都是充斥着一种比较欢快，你就自动的能放松一些。他其实就是一个一直希望给观众带来快乐小狗快乐的人。这一季录制节目有一种很大的感受，就感觉喜剧的审美没有那么单一或者唯一，就是你
所做的就是吸引你喜欢的观众和喜欢你的观众，然后找到彼此。我觉得应该会有喜欢我的观众喜欢我。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我呢，放假了，挺好。然后还准备了什么信？小北，我相信以你的实力肯定能进决赛。如果你没进决赛，就读这个。小北，你个小垃圾，我就知道你肯定进不了决赛。面对现实吧，好好想想，跟我演双拼的事儿。这谁呀？是新仔吗？这字儿写的太潦草了，应该是新仔吧。我个半决赛选手跟一个之前淘汰的选手搞双拼，上一边。哼，开玩笑。这次录了这一季，感触颇多，整体挺开心的，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认识了新仔，认识了大宅、小罗，很多，然后跟大家在这几个月非常开心，然后希望之后能经常在线下见面。加油，小北，你是最搞笑的，搞笑。那接下来请南瓜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南瓜，一首唢呐版的《起风了》，让人不禁感叹：此曲只应天上有，单口舞台难得几回闻。外卖只是他的生存技，唢呐才是他的杀手锏。香瓜灯是他坚强的后盾，5星好评是观众对他的喜爱。好，一首《起风了》送给大家，可能不太熟练，大家理解一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他的名字，不是调哥，而是南瓜。确实，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类图排名大概在30多左右，但是我能杀到前13名，我已经非常超出我的预期了。咱这个比赛就是从小人物到喜剧之王嘛，然后我觉得我今年成长是非常大的，然后我觉得我上升空间也是挺大的，然后也是恭喜黑灯跟唐湘玉进入总决赛吧，然后希望你们能拿到冠亚军吧。黑灯总冠军。然后确实没什么遗憾，我希望就是下次再见的话，换一个崭新的面貌来面对大家吧，讲一些有表达性的东西，比较多去学习一下，看看书，就是确实，就是人要成长吧。我觉得这次淘汰了，反而是我很大个成长。我进半决赛已经很重要，因为下次总决赛我也会在场嘛，虽然是观众，但是每次每一轮都参与了，我还挺开心的。然后我本来想淘汰之后唱《漂洋过海来看你》，但是唐湘玉唱了。再唱一遍，来一个，合唱来。这也太荒谬了，什么？这也太荒谬了，慢才。还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吧，我唱前2句，你唱后2句吧。好。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好，拥抱一下。拜。这好复杂的一个加油！是。把后面唱完，继续。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香瓜灯加油！太奇怪了，你缓一缓，太奇怪了。没事，下轮就讲比赛了没？谢谢南瓜这一集带来的精彩表现，我们来年再见。像我这样优秀的人，谢谢南瓜。
谁给我写的信和说我还挺期待的。啊，这应该是我父母写的。我爸爸妈妈想对你说，你是最棒的，至少在陕西在当宝鸡，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农村孩子，能站在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节目大舞台上讲你最喜欢讲的脱口秀作品，你已经赢了，梦想成真，对爸爸妈妈来说已经是最大的骄傲了。感谢你儿子。人生路很漫长，不如意十有八九，希望你能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成绩。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祝你们开心啊！我特别理解南瓜，因为南瓜的感受和我的感受基本是相同的。我就感觉我看到我自己站在那儿，然后讲一条段子，从他之前的身份转换成演员。新年好，我是我的工作呢是个外卖骑手。我能特别切身地感受到他的人生的感觉。1、2、3，南瓜非常厉害的点在于他离观众太近了，他的所有的点都戳到观众的心里。他甚至讲自己父亲的时候，大家能想到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南瓜的艺人之路会走得挺艰难，但是我又觉得好像他也能走成，这也是一个蛮传奇的人生经历。这走到半决赛也是算是也美梦成真吧。社会中有很多小人物，像我一样的小人物，他们都怀揣着梦想，希望有一天梦想能成真。我只是运气好，算是取得一些成就了吧。大家好，我是黑灯。很高兴啊，比到半决赛了，其实已经非常满意了。决不决赛的其实都无所谓啊，大家根据自己喜好投票哈，就是喜欢谁就投给谁，帮他晋级啊。但是投给我呢，还能额外再攒一份功德。投完这票，你2024年助残 KPI 都完成了。下次在地铁口碰到那要饭的，你就理直气壮，你说去你的！老子给黑灯投过票。屏幕前的也可以参与啊，把黑灯冠军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2013年啊，去了一趟西藏，啊，当时就觉得视力在逐渐下降，我说要不然趁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赶紧去看看，对吧？当时呢，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户外用品店，黄了。把店就关了，分了分，我分到了1万块钱和66双登山鞋。我说就这1万块钱，我就花了它，开心开心，随便花。家里人也不可能再说什么了，我都瞎了，我花你们点钱怎么了？冲动嘛，青春就是燃烧一把。背了个包就上火车了，从无锡上的车坐到拉萨，48小时硬座，坐到青海人就不行了，腰要断了，后半段就是硬座。坐一会儿，在凳子上这么跪一会儿，在那扭。火车上睡觉还感冒了，下车之后去住宿，一进那个青旅，我就知道来对了，符合了你对西藏所有的幻想，什么神秘的雪域高原一模一样，就汇聚了全国的傻缺文艺青年，非要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都震惊了。我说杀人就这么唱也太狂野了。我就跟他们去唱歌喝酒，那老板也很热情，说今天酒我请客，随便喝不要钱。我说这种人都能开店，我的店怎么就开黄了？我喝，哇！我让他知道社会多么险恶。我喝到他起舞弄清影，我喝死在人间吧他。喝酒唱歌搞到凌晨2点多，回去躺到床上就发现不对，发烧了。多少度我是不知道，但脉搏数了140几。要这么烧下去，当天晚上青春就烧完了，吃不消啊！谁能这么燃呢？哇！想办法赶紧爬起来，物理降温，我去洗了个冷水澡，3分钟之后又复燃了，坚持到天亮，赶紧去医院。大夫其实一看差不多就懂了，典型的高反症状，但是他还很谨慎，还详细的问我说：“你感冒了？我听你声音。”我说：“对的。”他说：“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昨天晚上10点钟才下火车。”他说：“喝酒了没？”我说：“喝了。”他说：“洗澡？”我说：“也洗过了。”他说：“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你后悔了是不是？”
突然不想死了。那这么玩，那不就自杀吗？那不就是？上高原3大禁忌，千万不能感冒，1星期之内不能喝酒，不能洗澡。我不到4个钟头就干完了。他又给我又是挂盐水，又是吸氧气，我那趟总共玩了不到6000块钱，看病这么一下，氧气什么1500。你吸上之后头就不疼了，烧也退下去了。回去之后，青旅的人一天没见到我，说你白天干什么去了？神神秘秘的一个人。我说神什么？我差点死了，搞反了。挂盐水1500，捡回1条命，是吧？他们说贵了。贵了就是我这条命1500都不值，人家自驾撞死一头牦牛赔了8000。他说你不懂，拉萨街上走几百米就有一个岗亭，里面都备着氧气瓶的，你随便溜达就行。看一岗亭，咔往那地上一躺，没有3秒钟，里面工作人员抱着氧气瓶冲出来，摁在你脸上吸，那个1毛钱都不要。我说不要脸的人先享受世界。还能这么玩，果然是万能青年旅店。住过吗？青旅，上下铺那种，6人间、8人间，对吧？我住了个28人间。28人间什么概念呢？不太像人间了都，住的都是妖魔鬼怪，那种最异的异人。跑到我跟前第一句话，哎，来了。我说他谁呀？他是。后来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打招呼的，哎，来了，怎么来的？你俩怎么来的？2个小姑娘说，我们从成都走过来的。那大哥愣了一下，我就知道了，艺人只有神经病能治。走了3个月，2个小姑娘晒得没有人样了。为了防紫外线嘛，戴个墨镜，最后就2个眼睛是白的。你不看那个照片不仔细，你还以为大熊猫底片吗？这是。一个50多岁大哥说，从云南骑自行车骑到拉萨，28大杠。他为省点钱，自己带个帐篷，天天在国道旁边扎营。50多岁的人了，中二到什么程度呢？他骑到半路，也不知道听说哪儿地震了，热水一上头，把帐篷捐了。后半段大哥就不露营了，就是露。骑到天黑，把车往旁边停，自己直接躺在地上。我说真仗义，八方有难，一方支援。我都心疼大哥，我说躺地上不冷吗？你盖个自行车嘛，你倒是。我在旁边听他们聊，我都不好意思插嘴，因为我毕竟是坐火车去的。后来听到一个大姐，他们还问我说那个，哎，你怎么一直不说话？你怎么来的？我说你要问的话呢，我算是跪过来的。他们说这个是信仰的力量。后来是听到一个大姐，她说她是坐飞机过去的，我感觉刚才我还跪在那儿呢，噌一下就站起来了。她把狗也带上了。他说出去玩10几天，把狗关在家里，狗肯定会抑郁的。一个快乐小狗活着要是不快乐，那和做人还有什么区别？打个包把狗托运了过去，同一趟飞机一下来之后，连人带狗一起搞反了。我也是那天才知道，哦，狗也会搞反。他在机场里面买了个一次性的氧气瓶，就这么人一口，狗一口，人一口，狗一口啊，勉强保住2条命，1条是狗命。另外1条，不是，就他说那怎么办呢？还是让他抑郁吧。那个快乐小狗活着，最重要的还是活着。打个包又把狗寄了回去。你说这狗怎么想？狗说你遛狗呢？你是不是遛狗呢？你我是喜欢出去玩，但你不能这么玩我呀！一日游机场，无氧皆有氧。听了这么多之后，后半程彻底就骚动了，因为那些普通的旅游项目根本满足不了我了。你们理解这种心情吗？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不曾见过这个太阳，就想找刺激玩野的。后来在路边拦车，知道这个手势吗？顺风车是吧？停下来，你往上爬就行，也不用问搭，不用给钱，搭到哪算哪啊。但是男生不太好搭，一个男生还能试试看，2个男生听我劝一句，趁早绝了这个念头。往那一站，2个男的拦车，不会有人敢停车的，因为他不太确定，让你俩搭上他的车之后，会不会还得搭上他的车？玩了1个多月，说实话，去之前其实挺 emo 的，
也不只是我这个眼睛状况导致的，我觉得可能生活在大城市，当代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焦虑，被那个社会始终推着往前走。22岁得本科毕业，不弄个研究生你找什么工作？大学没考上是不是只能送外卖？考上大学学个哲学是不是还是送外卖？就永远在焦虑，在比较。但是你去玩一圈之后你就知道了，什么工作、编制、学历、户口，这些狗屁玩意儿去你的吧！一路上见到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有工作的，人家玩的可开心了。我觉得高原反应可能就是上了高原才能反应过来。就城市里那些生活是不是每个人的必须选择、唯一选择？不一定。我在那吸氧的时候就在那想，就一边吸氧一边想，就吸氧想，吸氧想，就那想。人家根本就没有工作，玩得这么开心。我说会不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没有工作呢？一下就想通了，是吧？就心态就彻底放平了，就可以回家接着找工作。好，谢谢黑灯的表演。觉得黑灯可以进入总决赛的朋友们，请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好，谢谢黑灯的表演。好的，黑灯获得了7分组的4票。哎，几位老师好像讨论起来了，是吗？天真姐，看你们好像是不是？我问的是这个是不是只能拍1次啊？如果能拍2次，我想拍2次。可以啊，拍2次，但没变而已。功德只有1次，功德有限。之前有老师们是不是也预测过，这都是冠军人选？黑灯。对，我特别喜欢黑灯今天那个万年青年旅社那个梗，因为前面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嘛，来到这个真的青年旅社形容他时候用了这个梗，所以我觉得套起来是非常巧妙的。但凡可能知道这首歌和这个乐队的，都会特别喜欢这个，我就觉得很妙，是文本非常好的。谢谢。然后整个段子的那种旅游感我也很喜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旅行嘛，所以就整个描述的那种整个世界，就是不工作尽情玩的世界，也非常的令人向往。哎，罗老师年轻时候是不是也是著名文艺青年？我年轻时候肯定算文青，但是我没去过西藏，因为文艺青年这个圈子还有一个特别无聊的，就是如果大家都去，你就不好意思去了。所以我本来想去，所有的文青都去了，我就没好意思去，其实还挺想去的。今天黑灯的表演，您觉得？黑灯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要去看现场，然后都跟别人要完了票。这个要票不是想省钱啊，是因为他的票一票难求。然后上一集来的时候，黑灯老师那场表现有点欠佳吧，但是不是有点，你老师有点客气。我觉得那次我们挺过分的，每个人都说了他几句不是，最后弄成批斗会了。主要是你带领。好，主要是我呢。今天我作为你的粉丝，就觉得你的表现特别提气。我觉得他今天讲的特别牛，是在我心里一个接一个炸的。就是上次被你骂完之后有点崩溃了，然后这一篇其实开放麦讲了2个礼拜，我觉得这篇应该挺稳的。我特别牛，练的时候我都没练，我说直接练决赛的段子，就跟你们讲，我觉得半决赛肯定没问题。对，但你那个开场太过分了，那个段子。我本来没有这个，但是我其实是上一轮比完心虚了才加的这个。也挺好玩的，主要是观众根本不顾你的感受，要投了，冲你看，你根本不管你看不看。哦，还给我看了是吗？对。哦，谢谢。你们家的功德又扣完了，功德加1，功德减1。我怀疑他实际分数会超级高，如果我猜错了，那就是猜错了。应该会超级高，当我没猜。是又耽误5秒。吴镇宇老师呢？上次你预测的冠军就是黑灯。对，所以很赞成他上一次休息一下，就留着力在这个。我觉得你去13年的时候坐火车去是吧？对，T164，现在都改成 Z164了。我应该是早还没有铁路的时候就去那边。但是有一年很讨厌，我见到一堆长镜头啊、短镜头一堆着人家那些扣墙头的一直拜，
哦，就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去峨眉山拍那些动物一样的，对，这个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不是在解放心灵，只不过收集素材而已，会让你失望的。如果你去拉萨见到那么多人，那么多酒吧。那么多跟城市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去一趟就大家也可以去一下，去一趟管好几年的，就是治愈自己，管好几年的。11年前吧，13年的事儿，从西藏去的尼泊尔。日喀则，能下到张，不是张拉孜是吧？不知道这个师傅还往不往前走？往前走我们多大一段？还挺顺利。文艺青年心中都想去什么流浪呀，玩那种什么探索世界、环游世界等等等等这种想法，你其实非常向往那种生活，在路上的感觉就是开路亚克，就 you know， 就那种感觉。在布达拉宫门口，能看出来是布达拉宫吗？转一圈，然后就高反了，就没有氧气了。这是尼泊尔华阳伞。我觉得读万卷书的震撼可能没有行万里路来的大。你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你看到人能各种各样的活着。我个人感觉就是今天那个黑灯讲的好多都是那种特别值得细琢磨的，就是他会有一些，就今天你的这个观点输出非常密集。然后有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咱应该怎么叫金句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大家会琢磨，这个确实还是这么回事，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这种结构多一点，文本特别高级。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或者说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我其实比较不太喜欢听别人去讲一些个道理什么的，会讲这些事儿。但是唯有黑灯讲这事儿吧，会让我觉得那好像我是应该去思考思考。要别人讲，我也说你凭什么要说我？然后黑灯讲，我说他确实应该说说我。对，你有一种很强的这种生命能量，确实应该听听你是怎么思考这个人生的。我觉得他黑灯传递观点的时候，他并不是像心灵鸡汤式的输出，是把那个还化解了，有消解。所以对有消解，所以就感觉特别高级，就感觉今天就是个冠军的表现。所以就是观众在思考，对，但别忘记投票吧，已经完事儿了。欣子呢？我觉得黑灯老师挺搞笑的，因为我的笑点其实属于挺高的，我就是生怕有 reaction， 然后就错过了下一个话，我就怕太吵了，然后就错过了你下一个点。吵，我会等你们的呀。第一次来比较没有经验，耳朵还是能听见的，就是。下次我就知道了。还有那个郭琴老师说的，你说那个后知后觉，是不是就是我讲的那个 lay back 的快乐？lay back 是什么意思？就对不起，这我不知道。有个 lay back 就是有一种后知的那种笑话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我自己发明的，我就写到我的稿子里了。对，是 lay back。你说那金句叫 punch line， 其实 punch line。这还是我们这节目吗？这个，你们总共就会5个词儿，就别在这显摆了。他应该是说的是说唱里那个，就是慢半拍，就永远慢半拍。对，就是要后知后觉，然后觉得很搞笑，要思考2秒的，这样子这种的比较感觉可以回家之后也能回味无穷的。还有就是觉得黑灯老师，那你之前去旅游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快看不见了。是这么说吧，我没说错话吧？然后，那你的心情是怎么就是那么乐观的，然后去旅游的呢？你有什么感受啊？当时其实不是乐观，就是放弃了，就这样吧，就我也不过了，就这1万块钱，我花完后面再说了，哪怕就是有点这种，我是这样，是不是讲沉重了？没有啊，那就太好了，活在当下嘛，你花完才算是对，其实是这种想法。而且你的鞋能穿到60多岁，他有66双登山鞋。鞋是这样的，鞋后来放了几年，我妈还出去吹牛呢，说那个没人送你们双，我家里多的是，回家一穿那个鞋底全掉。鞋还是得穿，朋友们不能放的啊。
穿。要停在这儿是吧？鞋还是得穿。鞋跟段子一样，还是要有底呀。